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55岁最美王后拉尼亚，脸不显老，衣不花哨，穿衣有品又大气，美国29岁儿媳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订阅支持。说起王室里灰姑娘逆袭的主角，最先想到的是凯特·莱蒂奇亚，可真正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其实是约旦王后拉尼亚。出身平凡却嫁入王室，被宠爱32年，人不再少女，气质却越活越高级，脸不显老，衣不花哨，场合拿捏得体。这期咖啡屋分享的是拉尼亚3条即学即用的搭配法则，把端庄大气穿进自己的衣橱。1. 约旦王后拉尼亚，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大美人。一张照片惊艳全球，全球票选的最美10大王妃，拉尼亚位居榜首。精致的五官，完美的身材以及独特的气质，一张照片便能惊艳全球的她，虽然低调，但美貌却是被世界所公认的。2. 年轻时与现在。年轻时的她就像一颗粉粉嫩嫩的水蜜桃，浓密的眉毛，高挺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湿漉漉地泛着光泽，仿佛会说话一般灵动。虽然神态上依旧透露着一点稚气，但深邃的眉眼与棱角分明的面部线条仍旧可以看得出那不俗的美貌。美人在骨不在皮，这句话说的真的太有道理了。如今的拉尼亚已经55岁了，她的老公也从一个年轻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满头白发的慈祥老人。可反观拉尼亚妃，褪去了面部的稚气，脂肪的流失不仅没有让她看上去更显老态，反而凸显了她天生自带的骨相优势。虽然皮肤状态不如年轻时饱满，但面部走向却更加立体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往更有魅力，与老公站在一起仿佛2代人，美丽又优雅。3. 中东仙后，冻龄般的美貌，不少人都称她为中东仙后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即便55岁了，仍旧身材与容貌在线，冻龄般的美貌仿佛摆脱了岁月的追逐，令无数人为之倾倒。更绝的是，就算与29岁的儿媳同框，也依旧丝毫不逊色。甚至很多网友都觉得拉尼亚55的状态甚至比29岁的儿媳更加惊艳美丽。全家的合照更为明显飞，虽然儿女们都占了年轻的优势，但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，又或者是周身呈现出来的气质，都远不及母亲拉尼亚那般的优雅从容。她仿佛自带女神光环，能在人群当中一眼被注意到。那份由内而外的自信与端庄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魅力，也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模仿的。2. 中老年女性的穿衣模板，55岁仍旧美得不像话。虽然很多人都抨击她爱大牌，不知节俭，但她的时尚穿搭功力却是无一人敢反驳的。随便找几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她很有自己的穿衣时尚经。1. 抹胸黑白披肩裙。欧美那边一直都很流行古铜色的皮肤，他们认为这种肤色既健康又性感，拉尼亚也不例外。身着抹胸黑白披肩裙的拉尼亚气场全开，犹如女王降临一般大气优雅。抹胸外加一字肩的设计，不仅勾勒出了她完美的肩颈线条，也让整个人更显高贵与自信。而经典的黑白配色叠加健康的古铜色肤色，既有着地母般的厚重感，又有着普通人难以触及的高贵气质。2. 绸缎白衬衫加浅紫色蕾丝半裙。绸缎白衬衫温柔又细腻，而浅紫色蕾丝半裙优雅又浪漫，二者结合在一起，既柔美又从容。再搭配上些许银色配饰、耳环、项链以及手表，既起到了点缀作用，又不会喧宾夺主，干净又利落。
3. 灯笼袖衬衣加复古民族风阔腿裤。衬衣加阔腿裤的穿搭是典型的职场 OL 穿搭，但拉尼亚却通过机智的选款巧妙地避开了职场味儿，大大地提高了时尚性与观赏性。特点就在于灯笼半袖以及阔腿裤上面的复古纹样，包括整体的色彩搭配，灯笼袖的复古感以及阔腿裤的流畅线条，不仅修饰了身材比例，也同时提升了气场。白加黄的配色以及颇具民族风的图案也是一大看点，既点缀了造型，又提升了整体造型的时尚感。接下来我们看看拉尼亚的王室穿搭法则。法则1：轻设计，重裁剪。在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，拉尼亚的选款往往都会轻设计，重剪裁。这种设计不仅体现在款式上面，也体现在颜色与图案上面。它不会过多的去追求图案上的一些花哨与显眼，反而会着重注意面料的裁剪是否合身得体。法则2：极简配色，纯色为主。在配色上面也是追求极简配色，一般都是以纯色为主，强调色不过3，也就是整体主色调不超过3处，看起来简洁又利落。除此之外，他不太喜欢过于单调沉闷的色彩，比如大面积的黑色、灰色等。他喜欢利用这些颜色去搭配一些较为亮眼的黄色、红色，并且上浅下深，改善我们的面部气色，同时避免老气。法则3：细节加面料，提升穿搭高级感。1分钱1分货。王室穿搭的脸面不仅在于搭配技巧，更在于整体造型的穿搭质感。如果说普通人会为了服装款式的造型设计而买单，那么王室穿搭则会更加注重面料与细节。比如下图这种纯丝绸面料飞，就一定要有视觉上厚重感，避免过于轻薄，才能看起来比较垂顺且充满光泽感。法则4：简单配饰点缀。配饰不一定要选多贵，但一定要恰到好处的去点缀。一根腰带、一顶帽子或者一对简单的耳环，便足以点亮整体服装造型的穿搭，烘托出整体的氛围感，同时也体现出个人的品味与造型的精致。3. 岁月从不败美人，拉尼亚的冻龄，秘诀在这儿。1. 身材与体态管理，背薄1寸，年轻10岁，背厚1分，显老3分。拉尼亚除了衣品很好以外，身材与体态的管理同样很出众。你看她与西班牙王后莱蒂奇亚的合照飞，都是看似纤细，实则充满力量感。不仅身材保持好，体态看起来也很松弛自然，一点都没有刻意的去抬头挺胸凹造型，反而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挺拔与优雅，才让二者看起来如此出众。2. 自信的气质与气场。都说自信的女人最美丽，虽然是平民出身，但有了金钱与爱情的滋润，拉尼亚的整体状态可谓是来了个360度大幅度转变。在出席活动时，她身着一袭红衣连衣裙套装，气场全开，看起来自信又明媚，很难不让人为她而心动。3. 注重保养，保持年轻心态。当然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冻龄，心态和保养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减龄秘诀。很多人在面临岁月的催促时，都会感觉到焦虑和不安，无法去以一个坦然的心态去接受，反而会让自己活得不快乐，陷入情绪的困扰之中，让自己更显老态。看过拉尼亚，再翻翻王室衣橱，你会发现一件万金油单品大衣裙，她把外套的利落与裙装的端庄揉在一起，教堂、婚礼、国事场合都稳妥不失礼。但同样一件大衣裙，穿出贵气还是路人，差在细节，头顶要有蓬松度，脸小颈长，
气场自来，首饰凝晶不多，珍珠、胸针、细耳环点到为止，鞋包同色呼应，腰线干净清晰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王室女性穿大衣裙，发型蓬松，首饰精致才更贵气。一、王室女性穿大衣裙有3个秘诀。秘诀1，同色系搭配，经典不出错。中老年女性需要把大衣裙穿得有气质，那就要学王室女性的穿搭秘诀。第一个秘诀就是穿最不容易出错的同色系穿搭，如这2位王室女性的穿搭，西班牙王后穿着白色大衣裙，配上一样颜色的围巾和裤子，看着不会觉得太过单调，也不会过于复杂，再配上一个不出错的金色手拿包进行点缀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很高级。而旁边凯特王所穿着的红色大衣裙，也是选择的同色系穿搭，但细节之处就是帽子、手套和包包是另一种磨砂质感的红色，与领口处的红色材质相似。这种呼应之中还有着细微变化的穿搭，会让整个人变得更加耐看。秘诀2，突出腰线，打造身材比例。那第2个秘诀就是突出腰线，打造完美身材。那对于大龄女性来说，年龄的增长在所难免，身上会出现发福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就得需要穿着显瘦的大衣裙了。而最快速能够让大龄女性实现显瘦效果的，就是要看大衣裙的版型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穿着宽松的衣物，舒适感是很强的，但看着整个人会没有精气神，更容易显臃肿。如上面穿着的宽松版型大衣裙，对于身材较为高挑又比较瘦的，穿在身上就很好看。如果身上有肉的，穿在身上就是成了大灾难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得挑选有腰线设计的大衣裙了。不仅瘦的人穿着好看，身上有肉的人穿着也很好看，显贵气不说，看着还能从视觉上显瘦不少。如果衣服的本身没有腰线设计，也可以利用腰带凸显腰线。秘诀3，利用细节塑造穿搭风格。那最后一个秘诀就是通过细节之处塑造穿搭风格。大衣裙的款式还是有很多的，但决定其穿搭风格的还得是一些很小的细节之处了。大衣裙的轮廓线条其实是偏硬朗的，有些中老年女性还是会担心会显得太过于正式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衣服的材质上花功夫了，就像西班牙王后一样，选择一些材质柔软的削弱大衣裙带来的呆板，从而突出成熟女人的韵味穿搭。那除了在材质上，在衣服的领口之处也有着一些不同之处。如果平时喜欢气质干练的，就可以选择 V 领设计的，温婉大方类型的风格则就适合圆领的。当然，喜欢酷帅一点的，也可以选择领口是立领的，亦或是不规则领口设计的大衣裙。2、发型蓬松是穿大衣裙显贵的关键之一。1、贴头皮与发型蓬松。不少人觉得留贴头皮的发型很气质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量也会随之变得稀疏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是一味的选择留贴头皮的发型，那就很容易出现翻车现象，无法避免的会让自己看起来有种油腻老气感。而这样的失误在所难免，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有很多公众人物也会不小心掉入这样的陷阱里。比如下面这一组早期与后期发型的对比，是不是后期的发型瞬间就让人眼前一亮？这就是有些时候所说的换头等于换个人。2、避雷这些显老又土气的发型。一是又黑又长的发型。黑长直的发型被很多人认为只要是美女就会很好看，其实这恰恰进入了一个误区，特别是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无疑是在自曝脸部缺陷。正如袁泉早期黑长直发型一样，
也是给她的气质上减掉了不少分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老气沧桑不说，还显得没有精气神。因此，不建议中老年女性留在这呆板无韵味的发型。二是细卷泡面头。上面说到因年龄的增长，发量会减少，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不少中老年女性选择烫小卷，以此增添发量，从而让自己显得年轻。但殊不知，这一行为虽是解决了发量少的问题，但也导致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显年龄感。要知道，卷发的弧度过小，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邋遢，且在打理上也是费时费力的。而何赛飞也会因这种发型让自己看起来老气呆滞了不少。那么我们正确的卷度应该像王氏女性一样，选择大弧度的卷，既可以解决我们担心的发量问题，也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减龄效果，打理上更加轻松。三，王氏女性都这样打理发型。一是发型要与自己脸型匹配，其实留发型都是要根据自己脸型决定的。很多中老年女性因发福导致脸型变得圆润，这个阶段是可以留中长发和短发，把脸部露出来会更显得年轻态一点，就像傅莹的短发一样，把她精致的五官刚好展现出来，整个人也有了精气神，看着丝毫不像已满70岁的。二是强调蓬松感，因其我们亚洲女性的头颅都不是很饱满，头顶都较平，这个时候刚好可以利用看着蓬松的发型协调这一问题。且有蓬松感的发型是可以显得发量变多，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自信和有活力，如同西班牙王后的披发和盘发，有了蓬松感，走起路来都自带着氛围感。三是利用刘海改善不流畅的脸型。刘海不仅可以修饰高额头的作用，还可以修饰我们不流畅的线条。如果是短发，我们可以像戴安娜王妃一样留有层次感的刘海，也可以留3-7分刘海，不仅修饰了额头过高的缺陷，太阳穴凹陷的一样可以遮住。而如果是选择中长的发型，那就可以像凯特王妃一样，利用两边的胡须刘海遮住两边脸颊凹陷的问题，会让脸部看起来更精致饱满。三，精致首饰是穿大衣裙显贵的关键之二。一，廉价首饰与精致首饰。佩戴首饰简单，但并非毫无顾忌，而往往中老年女性把黄金作为戴首饰的首选，殊不知作为穿搭中的点缀之物，会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油腻之感。因其体积过大，再加上设计浮夸且佩戴数量过多，而我们应该选择小体积的且设计简约的黄金首饰，才能够衬得人更为精致。除此之外，中老年女性还喜欢戴一些翡翠、宝石，虽然是能够增添优雅气质的，但如果不小心选到一些色调偏暗或太过于亮眼的，看着就很廉价，则就毫无美感之言了。如果是看着就有光泽的，那戴在身上就会有一种岁月沉淀之美，突出中老年女性的从容与优雅。二，用首饰解锁时尚密码。关键词一，优雅贵气。其实王室女性在冬季是很喜欢用胸针作为穿搭中必备首饰之一的，虽然看着简单，却能够带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息。如伊丽莎白王后和凯特王妃，她们在胸针的选择上优先选择设计精美小巧的，不管出席其正式场合还是其日常生活中都不易出错，只需要注意其佩戴的位置，有身份的地位那肯定更建议戴在其领口上方，而如果在生活中只需要佩戴其胸口之处，也可以佩戴其腰部，突出其窈窕线，这些都是可以灵活变通的。关键词二，减龄气质。除了优雅气质，肯定还有大多数人想利用首饰达到减龄的效果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些珍珠材质或者宝石材质的耳饰进行佩戴，而珍珠材质可以选择白珍珠，
也可选择粉珍珠。但在耳饰选择上都需要注意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耳垂大小进行挑选。如果属于小耳垂的，就挑体积小一点的，而如果是大耳垂，则就建议选择体积大一点的，不需要过大，只需要填满耳垂即可。3. 掌握2点高阶首饰佩戴方式。一是量感平衡，首饰要戴得好看，也是需要讲究方法的。首先，我们根据自己的骨架大小来定，不管是本身就是小骨架，还是因年龄的增长变得瘦削，戴首饰的时候就需要做到量感平衡。比如戴戒指的时候，指骨太小就不适合选择尺寸，体积过大的戴着舒适度不够，应该根据自己的手指尺寸选择合适的戒指大小，既有着很好的舒适度，又有着美观度。而在戴手镯的时候，如果选择叠戴，那更加需要注意，不管自己的手腕骨节大与小，都要注意其首饰之间的量感平衡了。两者体积都过大，那戴上的效果肯定是差强人意的。而正确的则应该是叠戴的首饰间要有反差才能好看。2是首饰与穿搭的适配度。一个人的气质往往是由整体塑造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首饰与穿搭之间相互协调，才能让气质发挥到最大值。比如凯特王妃这套穿搭，虽然直观看过去觉得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我们细细观察可以发现，她的耳饰的颜色是与衣服、帽子的颜色进行呼应的，但并没有选择整个耳饰都是蓝色，而是用白色和金色中和色彩的搭配，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平平无奇。中老年女性在穿搭上都相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首饰这些微妙之处，提升穿搭的细节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